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先来看一个时间。我的频道从周二和周四以前是录播，现在要改成直播。那么周五的话还是继续直播，但是周二和周四的录播只有半个小时。那么以前周五的这个直播是只有会员才能提问，现在开放给所有人。因为现在这个发现会员的参与度比较低，所以说周二、周四周五所有的直播所有人都可以参与。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这个合适你自己的。周六和周日的这个周末复盘的话，呃，因为周日的这个复盘是只有会员专享，对吧？那么周六的这个周末复盘呢，是这个限免的，限时免费的。那么周日的这个会员专享，就是最近3个月的复盘，只有3个月以内的，过了3个月，那我就会分享给所有人都能够看到。我们今天会跳过这个阐释原文的一个分享，因为今天要分析的东西比较多。我们来先看一下下周要出的这些经济数据。1、3、4、5数据比较多，内容比较多。那么周一的话有这个制造业数据，周三有一个 ATP 数据，ATP 数据的话是跟私营相关的一个数据。那么这也是跟大非农或者叫非农数据的一个区别。那周三的话还有一个原油数据，如果说你炒油的话，也要关注一下。周四，初领失业金跟就业相关的一个数据。周五就是非农数据了。那么周五的话，在非农数据之后，还有一个美联储主席的讲话，那么就会让这个讲话的内容或者讲话这个时间点位就比较重要了，因为刚好是在非农数据之后，所以说周五的波动，盘前和盘中的波动都会比较大，再加上现在大盘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位置，是没有方向。但如果说真是要选择向下走的话，那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下周这些数据的一个影响。那么在下周还有很多公司要出财报，虽然说科技公司七姐妹的财报已经出完了，那么刚刚过去的这周，英伟达的财报已经出来了，但是呢，下周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公司，我们看一下。周二的话有这个 CRWD，这个很多我们在频道里面也有人问过，那么很多散户朋友也比较关注，它也是在周二的盘后。那么周三有这个 MRVL，它也是在盘后，这个也是可能大家知道的不多。如果说不是业内的，那么它也是跟芯片相关的，对吧？也看一下它的图形。然后周四比较多，就是 Broadcom、Costco 还有这个惠普，这3个都是知名企业，然后也都是盘后。尤其这个 Broadcom 也是跟芯片相关。那么 Costco 的话，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就是之前忘了在某期视频里面是在巴菲特他说过，他非常后悔没有听芒格的买入这个 Costco 这家公司。那么芒格他自己的公司或者他自己的家族企业，他是有持有这个 Costco 的，而且是一股没有卖的。这是芒格非常看好的企业。那么具体的数量的话，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好的，那我们会等一下，这几个我刚才说的公司都分析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紧。好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些。首先看一下指数，然后呢，再看一个这个比特币，因为有朋友在会员在频道里面有问一下比特币，对吧？我们会分析一下，然后就是这些要出财报的，大家也可以在频道里面多留言，对吧？不论是你对技术分析的一些疑问，还有说你想我分析哪只股票，或者说你的其他一些感想都可以。这样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互动。我们来看一下标普，首先看一下大周期。标普大周期，现在2月份已经过去了，马上下周就是3月份，新的一个月要开始了。那么2月份的这个高点是6147，这是这个现在目前的历史最高。我们把这2个 K 线都给它先清掉。那么现在是有一个顶分型的雏形了，你发现没有？如果说下周要跌破1月份的低点，也就是5773.31，那么月线上的顶分型就会出现。其实，在我上周刚刚过去的这周做
直播的时候也说过5773这个位置，5773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位。如果说下一个月3月份，如果说跌破了5773.31，那么在大周期上、月线上顶分型立刻就出现了，对吧？这是缠论告诉我们的，它不会是模棱两可的。那么出不出现顶分型，我们按照定义来就好了，对吧？这就是缠论有明确的这个定义，或者说你3月份给到一个包含关系的 K 线也可以，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这个后包含或者叫前包含，就是前面这个 K 线把后面这个 K 线给包含了。在传统理论，他们管这种 K 线叫晕线，我在频道里面也提过多次了，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吧？那么不论怎么样的话，当然了，也是可以再次突破这个前期的历史高点6147，那么也就是从3491的一种延续了，对吧？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嘛，三种可能都可以。所以说分析股票就是要么上涨，要么横盘，要么下跌，就三种情况，对吧？你把这三种情况都分类出来，那就看它往哪面选。具体往哪儿选的话，那是市场的一个选择，我们只需要跟随市场的一个选择就好了。我们主要是让市场先动，市场选择好之后，我们再跟着动。所以说看它怎么选。3月份，这就是这么几个关键的位置。好的，我们再看一下3491到6147的内部，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通过这个区间套的这种方法，相当于你用显微镜看一个东西，那么把显微镜的度数加大。那么显微镜的度数越大，你看的那个内容就越细、越清楚，对吧？这样的话，你不单单要分析这个周期的，我还要看它的内部结构。那么看它的结构是不是相对的饱满？什么叫饱满？我在直播中也又再多次提及，就是跟模型相比较，是不是都有进入段？是不是有中枢？是不是有两个中枢？还是不是有离开段？对吧？也可以是这种带一个中枢的，也可以。不论怎么样的话，它的结构越饱满，意味着它可以结束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看它的内部结构的原因。虽然说你在月线上看不到更多的消息，看不到更多的信息，那么我看它的内部结构，我就能够相当于给一个人把脉，对吧？相当于中医给他这个把脉，每一个公司每个图形你都要把脉，你不单单要看表面的呀，对吧？你还要通过看它的内部结构，通过这个区间套的方式，把它的脉络看它的内部，然后看一下周线上。这也是中医里面经常说的那个表里关系，不知道大家当然这也是禅师在他的文章里面有提及的，对吧？那么月线就是一个表面的，那么它的次级别就是它的里，一个表一个里，这样的话，你既要看表面的，也要看内部的，这就是用区间套的这个原因。那么在3491上来之后，3491到6147，在月线上是一笔，这个没有问题，对吧？那么在周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这是进入段带一个中枢，一个离开，一个三买，一个再打一个高点，完美的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个这个盘整走势类型相符合。你发现没有？跟我们的模型比较，进入段有了，中枢有了，离开有了，三买有了，还有一个 C 段，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对饱满的一个结构啊。在周线上，如果说它以6147结束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结构。那么这里全部结束了，没有问题。从6147这里走反向的话，也就是说，这里如果说走反向的月线上的回撤一笔的话，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里，因为现在的周期是周线，月线上如果说是一笔回撤的话，那么我周线上最少有3笔，对吧？先说这3笔是这种有背驰的，如果说有没有背驰的话，那可能就要5笔，对吧？那么出现这种5段之后，它完全可以是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下去，然后这样还可以是这什么呢？然后2个中枢也可以，对吧？哪种形式出现都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你只能通过这种完全分类的方法分类出来先，对吧？出现哪种情况，哎，出现背驰了，我这个背驰点要买一买；出现不背驰的时候，我要多等一等。那么这个弱的反弹我就不要，我等一个5段，基本上5浪之后可能更大可能性结束。但是5浪反弹之后，我要看这种模型了。如果说只是在这里做中枢，
然后又打离开的话，我又要观察，那么这个离开段跟这个进入段是不是有背驰？背驰之后有反弹，反弹之后反弹力度很弱，又有背驰，那我更要等一等，才有可能结束这个，那有可能出现两中枢的，对吧？就是这样一段一段跟的。那么缠论是最好的跟随理论，是最好的分段交易理论，这个大家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了。现在，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周线上，从6147这里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顶分型。我们看一下裸 K， 非常清晰的顶分型，而且这个顶分型是一种强顶分型。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强顶分型和弱顶分型的区别，对吧？那就是我们再重复一下，复习一下。这是一个强顶分型，这是一个弱顶分型。那么强顶分型和弱顶分型的区别，就是因为顶分型或者底分型有三元素，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那么如果说第三元素跌破了第一元素的低点，那这个弱顶分型的低点在这里，对吧？那么如果说它是一个强顶分，它一定要跌破这个第一元素的低点。那么强顶分和弱顶分就是强顶分更容易形成回撤一笔，那么弱顶分型的话，它完全可以是可能是给你一个四根回撤，4根 K 线的一个回撤，然后再次打掉前面这个高点，更容易形成一个中继型的顶分型。那么强顶分的话，更容易回撤成一笔，这就是他们俩主要的一个指向性。但是呢，这个是没有一一对应性的，这个需要你结合它更小的周期，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两根或者几根后面的跟随的几根 K 线的内部，你需要降低更多的周期去看它的内部。如果说内部里面有背驰了，有带一个中枢的背驰，或者说带两个中枢的背驰，那就不一定是否能够形成回撤一笔，能否形成一笔的回撤，更多的是要看这几根 K 线的一个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的一个内部结构。那你又要跟我们的模型去比较，对吧？所以说，很多时候一定要实时清楚它的内部结构跟模型的一个饱满度的一个比较，这样的话才能更清晰的帮助我们来判断这里是不是要形成一个顶分型，是不是要形成回撤一笔，形成顶分型之后是否要形成回撤一笔。还有一个就是禅师在文章中其实是提过一个什么情况下，在本周期出现顶分型之后，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形成回撤一笔呢？就是它的次级别。或者它的次级别会形成一个三脉，也就是说它的次级别上是有结构的，然后这样，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给到一个三脉，这种结构会更容易形成它的上一个周期的一个回撤一笔，也就是用三脉来判断。那么有的时候是次级别，有的时候是次级别，这样的话你就具体情况的话，需要具体情况分析一下。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结合看一下，那在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如果出现三脉了，那么在它的上一个周期就容易形成回撤一笔，这样的话也是一个辅助判断。好了，这就是它的周线上。我们现在降低周期看一下这两根 K 线内部的一个结构，这就是6147。我们如果说从这里断开，对吧？在6147的右侧的话，现在只有一笔呀，现在只有一笔，没有办法来判断它的那个在本周期上它没有更多的信息。它当然可以在这里震出一个中枢来，然后选择方向，给到一个三脉，也可以的呀。它完全可以在这里一直打横的，打横的话，那么意味着在周线上它也可以是一直在这里包含关系，一直不出方向，一直不跌破这个低点的位置。一直不选择跌破5837也可以的呀，对吧？那么意味着它在日线上就在那打横呢，在做中枢呢。所以说，怎么选都可以。那也可以是一个，现在有回撤一笔了，先反弹一笔，对吧？反弹这笔就看它的力度能不能够突破，再次突破5147，不能够突破5147，直接一个快速回拉。那以这种方式来构成周线上那回撤那一笔。对吧？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怎么做，怎么选都行，最终呢还是要看市场怎么选。那么为什么之前也提过5773这个位置呢？因为啊，在周线上5773到6147，它已经构成一笔了，在周线上，在日线上是有3笔，在周线上只有1笔。但是呢，因为新的周线上的一笔并没有形成，你不能够立刻判断5773这一笔上涨结束，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你要结合起来。那么，如果以这个同级别分解的话，这里还是可以有中枢的，有中枢之后再次突破6147，那么就是5773的一个周线上这笔没结束，对吧？所以说这是用这个同级别分解。如果说以非同级别分解，就是先假定6147这里是会出现一笔周线上的一笔回撤，那就是一笔上一笔下，看它能不能够再次突破，不能够突破就是看它回撤的这个位置能否出现背驰、盘整背驰。出现盘整背驰的话，就看它在回拉的那个力度，对吧？是能够继续上去，还是说只是能够形成反向中枢，然后再往下走？这就是它后期的几种变化。那我们再看一下6147它的那个内部这个的一个结构，因为在周五的收盘，它是出现了一些变化。看一下6147之后的。那么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分析过这个标普了，我们再简单说一下。那么这是6147，这是一个1、2、3、4、5，一个五浪。因为这个第一笔呀、它的严格定义是不够笔的。看一下裸 K，对吧？只有3根，它经过包含关系之后只有2根 K 线，所以说它是不够笔的。那么你也可以是一笔画到这里也没有问题，那就是一个1、2、3。但是3明显是被迟了。3跟1比较的话是明显被迟了。那我们当时在分析的时候，它是在这个位置是形成了这个1小时底分型的。我当时还提及了止损的这个情况，对吧？我就说不要把止损离得太近，离得太近的话就很容易被打掉。那么市场正好走出来了我说的那种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位置进场，做这个反弹这一笔，然后这个止损离得特别近被打掉的。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止损被打掉的话，那需要反思一下。我之前提及的这个止损的位置不能离得太近，对吧？你要给到一定的空间，让市场这个扫单扫不到你。这个其实是一个技巧上多练就好了。那你至于也不能够放得太大，这个止损你放得太大的话，那这个可能回撤的空间太大的话，你也承受不了，对吧？相对型相对的，那你要自己去这个摸索一下。那么在周五的话，它是出现一个快速打掉这个低点之后，一个快速回拉，现在这个反弹还不够比，但是已经有可能或者有希望能够回撤成一笔。这个价格把它重新给它修正一下，就是5837这个位置有希望反弹成一笔了，因为最后2根 K 线的力度是很大的，对吧？有希望成为一笔。成为一笔之后，那么它这个 MACD 也是已经交叉了，最好是能够张口，快面线的张口张得大一点，这样的话力度能强一点。最好的这种情况是直接就冲到这个120小时和200小时的一个均线这个位置，交叉的这个位置，在6040吧。最好是很强的到这里，然后一个很弱的回落，然后那个再能够3段，起码给到一个3段是最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这3段就有可能构成我们刚才说的日线上那一笔了。那么日线上那笔，如果说不能够再次突破前高，又是一个日线的一个二卖，对吧？所以说你能参与的，如果说你只能做多的话，首先这个上涨这一段可以参与吧，然后回落的找它的位置可以做一个二买吧，对吧？二买结束之后买进来，然后再看它这笔上涨。这笔上涨如果说只能是比如说等比例，甚至等比例都到不了的话，有背驰的话，那你就赶紧卖掉。3段结束了，对吧？可以做2段的。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一个日线的二卖的话，那这个位置可能要多减一点，可能是需要去做对冲，甚至是去做空的，对吧？这就是出现任何情况的话，你都知道怎么去应对就好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冲得很慢，上涨得很慢，上来了，够一笔了，连这个6099都不能够强势突破，或者说只能打到6099这个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反向中枢，反向中枢之后呢，比如说是一个事件驱动了，大非农啊，还是这个联储主席讲话了，还是特朗普那儿又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可能一个跳空低开直接下杀往下走也可以的。如果是真的要跳空低开往下走的话，那你就要注意。如果说真是要这么选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离开这个中枢，可能是可能要走很远，再给一个3卖的一个这个回抽确认这个的话，那可能要走很远了。
对吧？就是一旦出现你发现这个下杀的力度非常强的这种跳空走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赶紧把仓位降下来，起码这个如果是真的要选择方向的话。好的，那么针对指数我们就分析这么多，然后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大周期，然后这个先看一下大周期的一个整体情况。这是看的周期是月线，在它这个 TradingView 上，是现有的图形，我们看一下，下面有一个月线大中枢，这里做了月线第二个大中枢，但是因为这个低点和这个第一个中枢的高点有接触，说明这个中枢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大中枢了。那么，现在从49000这个位置啊，还是在围绕这个现在目前说第二个中枢的这个震荡也不为过，它完全可以拉回来，完全可以拉回来。如果说回拉一笔的话，那就看它碰到69000之后的一个情况，可以再弹一下，然后再走反向也可以，对吧？或者说呢，就是围绕这个大中枢震也可以，这也是那个存在这种可能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了月线的大顶分型了，那么只是一个中继的也可以啊，再次向上走，对吧？什么走都可以，但是怎么选呢？对不对？那就看它的次级别了，因为这个月线的中枢，月线的这个级别非常大。那你想这个具体操作的话，你需要降低周期，我们就要看一下49050这段的内部，对吧？看一下这段内部的结构是不是饱满，是不是充分，是不是可以结束了，是不是可以这里要回调了。如果说它的内部不够饱满，就是加上后面这2根 K 线的话，它可以继续向上冲，也是可以的呀，对吧？这就是要降低周期，区间套。哎，这就是这个周线上。那么周线上从49000，这一笔上一笔下，只有2段，对吧？它这个回撤我们也可以测一下它回拉的这个力度。现在刚好是踩到了0.5，看到没有？从这个109000这里回撤，刚好是踩到了79000，也就接近8万这个位置，这是非常技术的一个回撤，刚好回撤了0.5的位置，所以说还是偏多的呀。只要不到0.618都是偏多的。那么再看一下最后这一段，它完全可以是一个1、2、3段，1、2、3，再打高点，打高点之后再看它是不是要回拉，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上，或者说是直接第3段不背驰也可以。如果说特朗普一直鼓吹这个要建立什么国家战略的一个虚拟币也好，或者比特币的一个战略库，那么这样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的大机构争相买进的话，那比特币肯定就能上去。如果说它迟迟不能够推出这些新的政策的话，那么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一直横着，等待这个政策出台，然后再选择方向，对吧？怎么选都可以，就看市场给到我们什么。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市场合力的一个选择，对吧？合力，我们是跟随合力。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个回撤这一笔结没结束嘛。如果说结束的话，那就有希望能够弹一笔，弹一笔再看它后期的一个力度。如果说回撤没结束，当然也可以再次下探到0.618，甚至是拉回到我们刚才说那个月线上大中枢也可以。那再次降低周期，又用到了区间套，看一下日线上。那么这就是109000之后的一个日线的一个结构，3段，对吧？一个典型的3段。那么有了3段之后，我们就立刻可以比较是否有空间上的一个背驰了。那么立刻这个工具又用上了，哎，关键的位置又给到你了，对吧？81337等比例的位置，它而且还有一个均线在这里，200天均线，200天均线刚好跟这个等比例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附近，不能说这个你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那就有点太那个夸张了，对吧？所以说它这个都在这个区间。那么在这个区间，你有没有尝试过去进场去这个抓这个反弹，对吧？因为是等比例，又是200天，非常关键上的一个技术位置。那么它是潜幅的跌破了这个81337之后一个快速回拉。但是呢，如果说我在我的频道里面也多次提及比特币，也分析过很多次，也建议大家不要玩合约，不要玩期权，你就买 ETF 就好了，对吧？你这不会爆仓的呀。那你如果说去买合约的话，这个位置很容易被你干爆的。你这个加了杠杆的那种，特别容易被拉爆。那么拉爆之后它又回来了，
对不对？所以说你是干瞪眼着急啊。那么如果说你是 ETF 的话，就没有关系了，你是能够控制你的风险的，而且这种快速回拉、下速下杀、快速回拉又有很多短线的机会，那么这种短线就看你能不能够抓得住了。那么我们说一下它后期的，现在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快速回拉，现在底分型也已经出现了，对吧？就看这一段的一个反弹的力度，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结构，然后关键的点位在这个91178。反弹这个位置一样的，反弹就看它是一个弱反还是强反。弱反的话，如果说连91718都碰不到，只是一个4浪反弹，还有5呢，对吧？如果说反弹够笔了，又碰不到91718，这个时候啊，你可以用那个双触发，先看一下给到一个顶分型了，再看一下这个上涨这段的内部，跟模型比较一下，是不是已经挺饱满了？是不是有背驰了？是3段的还是5段的，还是带中枢的？是带2个中枢的，带1个中枢的，对吧？这所有的这些你都要观察，这样的话你才能准确的抓到这个拐点。那么如果说也是一个4的弱反，碰不到这个位置，那就赶紧卖掉，它还有一次回撤，等待5段的一个下跌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这波回撤，对吧？如果说这是弱的那个反弹，如果说强的，那肯定要打掉，首先要打掉这个高点99517。那这样的话，其实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我们说过，这种奔走中枢，你可以当一个类中枢来看。那么有类中枢了，就是你要首先要突破这个中枢的上沿吧，对吧？99517，而且力度非常强。想什么叫强呢？就是它结构简单，它的次级别结构简单，不是本周期。本周期就是一笔，肯定是要才能显示出强嘛。次级别一定是浪形的快速往上走，这样的话，它就以这种快速上拉的这种过程突破这个99517，不能在这里磨，对吧？你越磨的话，它这个结构越饱满，到了这个位置就更容易结束，对吧？它更容易下来。所以说要看它这个快速拉的这个过程，就必须要快速上那个突破99517。那么最好是突破上拉，甚至到这个10358附近停一下也可以，停一下再这个顿一下，再回蹲一下，给到一个3买，甚至叫2、3买也可以。因为这个3买的话是针对这个中枢，2买的话是针对前面这个1买，对吧？给一个2、3买再上去也可以。所以看他怎么选，只是一个弱的反弹，甚至是回拉到中枢里面也可以，在这里构成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再下来也可以，多种模式，多种模式，那你就看一段一段吃嘛，先吃这段，吃完之后再看它具体的位置能不能够碰到，因为我们在交易的时候，每一种模型或者每一种走势类型的变化都有一个关键的边界点，也就是说它能不能够碰到91718，就这个点位就是边界点。碰到了就不一样了呀，就构成中枢了，那就是上涨的力度是强的。如果说连91178都碰不到的话，那说明反弹的弱呀，对吧？那你肯定弱的反弹你肯定要跑啊，那强的反弹可能多拿一拿，看它能不能再上冲一下，比如说冲到这个120天，刚好也是在这个中枢中轨这个位置，看它到了这个中轨之后能不能给到一次2买再上去，甚至是再次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也可以的。对吧？就是这么一点点做。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比特币。那么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其他下周出彩票的一些。先看一下这个 CRWD，对吧？这是3月4号盘后。那么这个公司应该是一个软件安全公司还是什么玩意儿？之前好像是美国有一次大的什么机场的这个，因为他们的软件出问题了，很多飞机都被取消了，好像是因为这个大幅下跌，也好像也是因为这个。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那么因为可能是这个公司软件相对用普及率还比较高吧，还是说想替换它比较难？然后它出现了这个事件之后，又大幅的这个上涨，突破了前面的高点。所以说，你如果说懂这个行业或者懂这个软件的话，懂这个公司的话，那么这种大幅下杀的时候，反而是你进场的位置，而不是说应该割肉的位置。发现没有？杀跌永远是，就是尤其那种恐怖式的杀跌，叫 panic sell，那种恐怖的下杀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去买它的一个位置，或者捡那个地板肉。很多人割肉就割在地板上，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结构，月线上3段。那么我们现在关注就是92.25这段的一个内部，
一样的，看一下内部的结构是不是够饱满了，够充分了。因为现在本月结束之后，这根 K 线呢，我们看一下裸 K，这根 K 线的上影线太长了，发现没有？上影线非常长，然后 K 线的实体非常小，然后下影线带一点点。上影线太长，说明这个上冲的时候被这个空头或者卖盘给打下来了，这就是上影线给到你的，说明这个压力比较大，就是卖盘的动能比较大，那上冲的力量比较弱，就会出现这种 K 线。我们看一下周线上，那么周线从这个92.26到455这个位置是月线上的一笔，那么周线上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再次上涨。那么这里这个划分呢，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划分。我们看一下裸 K 吧，因为它这个位置只有如果说严格定义包含处理之后的话是1、2、3、4、5，是有5根 K 线，但是它这个前面这里只有4根啊，这是经过包含处理之后，这是一根，对吧？然后2、3、4、5，我有点眼花了。哦，是有5根 K 线，那么它这个 K 线是这样，我再给它处理一下。那么这个中枢是这个严格定义之后的一个中枢，因为我之前在画的时候，我可能是没看太清楚。我当时画完之后，这经过包含处理的话，它只有4根 K 线，那么也要画成，为什么我也要画成回撤一笔呢？因为啊，它这个如果说是只有4根 K 线的这种划分，它这根 K 线是一个大幅下杀，逆着走势来的。因为前面这个是上涨走势，如果说它只有4根 K 线的一个回杀，但是呢，这个回插的空间特别大，而且是逆着前面这个方向来的，那这种你要把它画出来。就在我这里，我是把它画出来的。但是这里的话，因为它严格定义的话，它也是够5根的，所以说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里是有一个周线的一个中枢了，对吧？然后最近2周的一个快速回杀，看它能不能够杀回到中枢里面来。那么中枢上沿365，也就是这个临界点了，能够回到这个中枢，碰到3.5的话，就回到中枢了，就看它能不能够踩一脚这个中枢的中轨。这样的话，踩一脚中轨之后，看它再弹一次，给一个周线的二卖，二卖之后再看它是不是要继续震，还是说往下走，对吧？所以说这个二卖，如果说真的出现二卖的话，那尤其是周线这种大周期的，那这个肯定这个位置要去多应一应。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先。从周五的收盘价到中轨的话16%，回到中枢的话6%，对吧？那它盘后的一个状态我是不太熟悉的。那你如果说熟悉这个公司的话，或者熟悉它盘后的一个情况的话，可以根据这个空间做一下你的策略。它如果说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呢，17%，对吧？空间是有的，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下你要制作的一个策略。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CRWD，再看一下这个 MRVL，这也是我刚才说了，之前简单介绍的时候，它是一个跟芯片相关的，对吧？然后也是股价在127最高点，也是很牛的一个图形。它图形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它是在01年或2000年，就是这个价格现在图形上只是到2001年。那么在下面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季度的大中枢，现在是季度图，季度图上有个大中枢，然后开始离开一个3段，对吧？就是第2个季度的大 B 中枢还没出现呢，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大 A、大 B，然后再打一个高点都可以的，对吧？然后这是3段，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的一个力度，刚好给到一个关键位置，120.05，最高点127.78。好多人说你这个120.05我卖了之后，那后面还有127.48呢，不是卖飞了吗？我们看这个周期呀、季度大周期给到你一个等比例的位置。你如果说是按照季度来交易的，那你可能就是巴菲特或者一些大的机构那种级别的资金量了。他们是不可能把最后一个钢镚都吃到嘴里面的，他们肯定是越涨越卖的，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分析不准呢，你说是120这个到了等比例结束，那为什么要还冲到127呢？对吧？所以说你就主要就是这个交易，这个看你每一个人的交易周期啊。那么大的机构那帮的交易周期不可能卖在最后一个顶点的位置，它肯定是越涨越卖，
或者说是越跌越买，对他们来说。那对我们这个小资金量的话，当然我们力求更精准了，对吧？从120到127还有7美元的一个差价呢，对不对？你肯定越想，你肯定是想卖在离127.48越近越好了，对吧？这就是资金量大小的一个区别，它肯定不能够每一个人都像小散户的资金量随意进出的话，那就对这些资金量比较大的企业或者说个人来讲的话，那可能就非常舒服了。但是不可能啊，他们的资金量肯定不可能是每一个位置都做到拐点的位置。那么现在到了等比例的位置了，又出现这个大幅下杀的一个季度，就看，但是这个第一季度还没结束呢，对吧？那么马上这个第一季度的最后一个月要开始了，就看这根 K 线，就这个季度的 K 线，看能收在哪里，是收一个十字星，还是说是收一个大幅下杀的，还是怎样？那么它就指向看能不能够下一个季度再出现一个顶分型，就是说这里看能不能回撤一笔。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33.75，这里上涨是不是结束了？季度上要回拉一笔了。那么也可以说，这个季度收成一个十字星，然后下一个季度再次突破127.48，也可以，就是说这第三段没结束。好的，看一下这个第三段的内部，月线上三段也是3笔，看到没有？这里是有过一笔，但是不够笔，经过保安处理之后，那么这里是回撤够笔的，也是三段，也是比较一下这三段。它这个是之前是尝试突破等比例105，但是被砸回来了。因为它想站上某一个价格的话，就是有效站上某一个价格，必须3个交易日，就是说是月线的话，就是必须最少3个月在这个105.2之上，才能说是有效站上这个位置。因为有效站上105.2，说明这段没背驰，对吧？没背驰当然可以继续延续了，甚至再去1.618的也可以。但是因为本月它只有2个月在这个价格之上，本月是砸下来了，说明这个有顶分型了，有希望要回撤一笔了。那就看它回撤一笔之后的位置。回撤一笔之后，你也可以从前面这个起涨点53这里测一下这个力度。现在已经到0.5了，看到0.618之后，能不能够月线上回撤一笔，甚至是砸得更深，直接砸到53.19这里也可以啊。那么如果说是那么选的话，那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做一个中枢，月线上做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再去突破127.48也可以，说明这个季度图上那个第三段没结束，对吧？就看它怎么选，也是可以回来一笔，然后一个反弹走反向，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季度上的回撤的一笔，也可以。然后再看一下什么呢？看一下53.19它的内部，看一下周线上53.19，现在在周线上只有3段，或者只有3笔，只有2笔啊。但是只有2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回撤的一个位置。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0.5了，但是呢，回撤的还是也回撤够笔了，周线上也回撤够笔了，但是呢，周线上底分型也没出现。回撤够笔之后，我们要看一下周线上这笔的内部结构。周线上三段，对吧？周线上典型的三段，但是呢，它这个第一段明显是带一个大的跳空缺口的，然后一个反弹，然后再下来。因为我之前在盘中解盘或者说在直播中也说过，在严格定义的话，这个缺口是不能够当做 K 线来用的，这个不能够说这里有一个缺口，把这个回撤当成一笔用，但是要看这个缺口的方向。这个缺口如果说是逆着走势来的，我们为什么一直说这个逆向？就是这个前面这里是一直上涨的，这个缺口非常大，然后是逆着这个上涨走势的一个回拉缺口，这个是可以在你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把它当成一笔来画。就是你实际当成一笔来操作的原因，是因为这一笔当成一笔之后，你这个反弹要看它的这个反弹，这个二脉呀，因为如果说你不当成一笔的话，它直接就一笔到这里了，你这个二脉是抓不到的，对吧？如果说你抓不到这个二脉，等到真正严格定义上的二脉可能在这儿呢。打个比方，
可能在这个位置是一个严格定义的二脉。但是这个强二脉，或者说位置更好的这个二脉，如果说你是一直在等待这个严格定义的这个二脉的话，那就可能要亏损很多了，才能够出现反弹。这也是为什么出现这种逆着前面走势的跳空缺口的时候，我们先把它当成一笔，然后要的是这个二脉的时候我们有反应，对吧？因为二脉或者二买之后，二脉或者说是二买之后的这个三呢，它有的时候是主升浪，或者说是主跌浪。如果说你一旦抓不住这个二卖或者二买的话，那后面的空间是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二卖我们尽量是多去应，一买或者一卖的话，如果说你抓不到的话，因为它比较难，它有的时候延续性比较好的话，它可以这样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如果说你去那个预测哪个位置出现大底的话，你就很容易买在那个半山腰。所以说，为什么用二买或者二卖的好处就是你有一个参照物啊，你有一个一买给你参照，这就是为什么要多做二买。但是禅师其实建议我们多做三买或者三卖，因为对他来说，对小散户来说做这些震荡都是浪费时间的。他强调是做这种三买，是这种震荡都太浪费时间了。他建议的是我们做这种三买，你看三买之后的空间，对吧？这个非常凌厉。然后后面的震荡都不要，震荡都不要，只吃这一段。吃完这一段之后，你就换股。如果说你的选股能力也比较强，你的盯盘能力也比较强，你的操作能力也比较强，那就去多做这种三买，因为它是单边段，这种利润率最高的，也最省事的，对吧？这是禅师建议的，多做三买或者三卖。好的，那么的话，因为这个MRVL 这已经是三段了，但是第三段虽然说在日线上是没有被持的，但是它的内部看第三段的内部是比较纠结的，下来的时候有反弹，它的次级别有一个小二脉，然后下来之后又有一个，也就是说它的次级别是一个1、2、3、4、5了，然后它又踩上了这个200天了，对吧？但是唯一就是这个 MACD 下杀太深了，柱子的伸长度、面积都没有明显的缩短，说明这第三段还是很有力度的，还没有被完全消化。那么如果说它是在周三盘后，如果说它下周只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给你来2天反弹吧，或者来3天反弹，但是不够比呀，对吧？来3天反弹也不能够碰到这个100这个位置，又是一个整数位的话，那你就赶紧卖掉，因为它很有可能再给你来一个5段，1、2、3、4、5。这个1、2、3、4、5都不是严格定义的1、2、3、4、5，因为第一段不够比，然后给你这个也不够比的话，那就是一个次级别的一个1、2、3、4、5也可以的，对吧？那么如果说真要那样走的话，那就看一下周线上，看一下空间，从周五的价格，起码到这个120周的话，28%空间是比较大的。它如果说真要选择往下走的话，下面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往上的话，到前高38，这个空间也挺大，对吧？所以说就看它怎么选。然后再看一下Broadcom 也是看一下大周期，它的图形跟那个英伟达很像，你发现没有？英伟达也是这里有一个叫应该是10.08的一个价格，就10附近的一个位置是英伟达的，然后一个大三浪，就是一个1、2、3浪的那种状态。那么这是这个 Broadcom，那么它也是看一下这个月线，月线上这个包完处理之后的话是有顶分型了，月线上包含处理之后有顶分型了已经，那么这个跟指数是不一样的，那么指数的顶分型还没有出现，那么这是出现包含处理之后，就看这个顶分型能不能像这里给到一个温和的回撤一笔，那么这样还是一个1、2、3、4的回撤，对吧？所以说这是我们在大周期上看到顶分型之后要这个做这种预判，然后再看一下这个41.51它的内部。这是它的周线上，那么周线上是有一个从这个起涨点，这是一个1、2、3、4、5段5浪一个进入段，进入段之后，然后构成中枢，然后给到一个三买，而且这个级别是周线上，周线上给到一个大三买，然后再次拉高，然后我在这里的画法呢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如果说你画到最高点，因为最高点在251.88，如果说只画到最高点的话，只有4根 K 线是不够比的。如果说用那个递归的方式的话，画到249.59的话，这是超过5根 K 线，对吧？也就是说，利用次级别的一个递归方式，画到这一段，先画到这里一段再看。那么这里的话，它就有一笔回落了，这笔回落是够比的。如果说你是画到了251.88，然后画到这里，因为它这段是不够比啊，对吧？是不符合定义的，所以说我先画到249.59，然后画回落这一笔，在这里需要说一下。那么就看它从这个起涨点41.59之后，它的结构是这里有一个已经有大 A 了，是看它碰掉186.42与否，它这笔回落，如果说碰到这里的话，就会在这里做第二个大中枢，这就是大 B。那么前面这里是大 A，但是因为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有接触，会形成一个这样的话可以变成进入段，可以那个再次离开，是一种情况，也可以是什么呢？以1251.88作为一个最高点断开，那么走反向，那么这样的话，这样就是这样一个结构，看五浪进入段构成中枢，给一个3买，然后打一个高点结束，没有问题呀。这个结构是饱满的，有进入段，有中枢，有3买，有离开，这个结构完全可以结束的。这样的话，它就走反向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把这个高点拖到这里来，那就变成了一笔了。现在这里从251.88，它只有一笔，然后就看它是不是要给到一个周线大二脉之后再选方向，是一个3段背驰的，还是说不背驰的，还是说背驰之后回来做中枢的，还是说下去做第二个中枢的，都可以呀，对吧？还有就是可以再次下来之后再次打一个高点也可以，那么就意味着前面这个走势没结束，对吧？所以说能不能够突破前高点，意味着前面的走势有没有结束。如果说我们也假设它结束了，我们也假设215.88就是一个最高点，这样的话它再次反弹不能够突破251.88，那就会出现一个周线大二脉。如果说突破它了，那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是要参与这段的，你是要参与这个反弹的。如果说它能够突破251.88，你就再拿一拿。如果说力度非常强的突破251.88，你可能多拿一拿，对吧？很多人说啊，你这里分析的这里是一个最高点了，不能够突破它，然后它又突破了，你不是没有跟随这个前面的？问题是你这段你做不做呀？因为这个是周线的大周期，你这段是操作的，你是跟随这段的。那么如果说突破了251.88，你还在车上啊，你并没有被抛下车，对吧？所以说我现在假设这个位置251.88是一个起跌点的话，意味着我要观察这里是不是要走反向。如果说它快速杀下去，那可不就是最高点了吗？对吧？这就是说，你在就像我一直说的，这个分析股票就像破案子一样，判这个出现给你个案子，那么你要先根据你现在手里的这个条件，你知道的这些信息做预判、做假设。然后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啊！你要去图形上，去它的次级别、次级别，还有更多的信息来求证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这个大顶。你需要去这个求证的，而不是说只做假设不做求证，对吧？那你不就成了那个只会去预测了吗？所以说，要看它的次级别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好的，以这种方式来分析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这里我画了一个中枢，但是也是一样，先看一下裸 K。为什么要先看一下裸 K 呢？因为它这段也是经过报完处理，只有3根 K 线，所以如果说不报完处理，也只有4根，但是它其他的比都够比，就其他的段都够比的。所以说在这里我就进入段，因为进入段跟离开段是不需要满足定义的，这是禅师说的。你只是一个干巴巴的中枢也没有关系，只要构成中枢的前3笔，最重要的是构成中枢的前3笔必须要满足定义，这3笔是一定要满足定义的。但是离开段跟进入段都可以没有，都可以是跳空缺口，这个大家应该，如果说你学会了这个缠论之后，你就知道了。最重要的是3段，就是构成中枢的3段，而不是说进入段要满足定义，离开段要满足定义，不是的。所以说，按照这种方法，这个进入段是这样，进入段，然后构成这个3笔构成中枢了。那么围绕它的都是这个震荡，还有中间这段也是，它也是一个大缺口，也是一个大缺口。
也是逆着这个走势的，所以说也是画成一笔没有问题。你要么就是画在这里，要么就画在这里，没有区别啊。但问题是你画在这里的话，这个反弹你是要减的呀，对吧？因为它又回到中枢里面来了，然后它的内部又很纠结，你肯定要卖呀。它只是在做中枢震荡啊，你知道它在做中枢震荡。如果说你不画在这一笔的话，那你可能希望呢，可能再次走高点了，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你画成一笔与否，因为你画成一笔之后，你的观察点在这里。你如果说不画成一笔的话，你可能还在想它往这里走呢，这是有一点区别的。那么现在刚好又踩到了一个周五，踩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120天了。那么就看一下，它是3月6号是周四才出财报，看它出财报之前吧，出财报之前能不能够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去，对吧？拉回到中枢去的话，那么中枢这个财报之后的话，它可以继续向下跳空，也是可以向上走。我们可以测一下现在这个价格，回到中枢的话9%，如果往下来就看一下这个200天10%，对吧？这个如果说你比较熟悉这个 Broadcom 的话，它可能是10%左右的一个震荡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震荡。那么如果说真能够往回砸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了，它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回落，不要着急补，因为周线上它完全可以更深一点到这个157.54的，所以说下面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如果说要到157.54的话，那就是把这个往上拉一拉。20%，对吧？所以说，如果说它要是跌破了这个200天，也就是180附近吧，如果说盘后你就不要着急买回来，那这样的话，这个 MACD 肯定是更下深的、更带力度的往下砸。所以说，如果真的是出现往下砸的话，不要着急去，因为它虽然说基本面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技术上它以这个空间来换时间的话，你也是相对的这个我们能避开肯定是要避开它的，对吧？这个因为什么叫以空间换时间呢？就是快速下杀，把空间赶紧拉开。你这样的话，它可能盘整的时间就短一点，可以直接走 V 型也可以。如果说它是一个阴跌型的，以这种时间换空间的那种的也可以。这种快速的这种阴跌，然后快速往回拉也可以，对吧？就看他选择哪种方式。然后简单的看一下这个 Costco 的话，我们一看它的图形，你就会非常羡慕，或者说非常觉得巴菲特、芒格他们的眼光多么的呃多么有眼光啊！他们能拿得住，你能从这个零点几几，当然这可能是复权之后的价格，一直拿到1000多，1000多一股不卖，你能做到这种定力吗？啊，什么叫投资啊？这叫投资啊！你天天去关注那1%、2%的一个波动，咱们那叫这个做差价、做波段，这叫投资啊！你能不能够吃到这种福利啊？对不对？所以说，把眼睛放长远一点，不要做太多的短线。那个周期拉长，周期拉长之后，你会发现都是单边，发现没有？都是单边，在季度上，每一个季度都有很多都是高点，尤其是后面这段，每一个季度都有高点，全是单边段。就是，这种大的图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但是你说你现在再开始往里进，那它完全可以给一个非常大的回落。最好的办法，这种票，因为很多基金里面都有它，或者说你就定投就完了。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是月线上也是一段，周线上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从这个位置是310，这里起涨之后，这里做了一个周线的中枢，这个周线的中枢是超过9段的，是1、2、3、4、5、6、7、8、9、10、11、12、13段，这是升级之后的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周线的本级别中枢。那么所谓本级别中枢，就是你这个回撤呀，这是2次回落，是这个中枢的300。如果说这个碰到的话，但是它这里没碰到，这个最低点在793，这个高点在787，没碰到，还是一个浪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1、2、3、4、5，这个浪还没完事儿呢，它可以再回来，在这里做中枢。如果说只是2次回落的话，还是针对它的话，还是300，那可以继续往上走，再回溯两次，然后再打高点，对吧？所以这就看出来这个股票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793这段。看一下它的内部，最后这段或者说这一段也不能说最后这段吧，就这段的内部，看看结构是不是宝马拉，这就是793这段。那么793这段，哎，有中枢了，
对吧？有中枢，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应该是不够久，这是1、2、3、4、5、6、7、8、9、10、11也够了。那么这也是一个日线本周期的一个中枢，那么也就是说明了这里要回落2次，还是这个日线中枢的三买，对吧？当然了，它也是可以回到这个高点的位置，不行。如果说只是回到这里的话，还不能够形成三百，因为它需要2次回落才能够成为这个中枢的三百。那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这个位置看一下，能看它这段回落现在可能还没结束，看一下能不能够踩一脚这个某一个位置之后给你弹一次，弹一次之后，如果说不能够突破这个1078的话，它还要再次回落，但是再次回落之后，这个位置反而是三买，针对这个中枢。那我可以去简单的测一下空间，到前高，再次突破前高3%。如果说回落到这个120天9%，对吧？这个回落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看它那个，因为它这个盘后财报的话，波动是相对比较小的。它而且是3月6号周四盘前出财报。最后再看一下这个惠普，惠普这个是它从原来的公司拆分出来的这么一个企业，也是这波也是比较受益于这个AI 开始做数据中心，数据中心要买数据库，对吧？要买这些服务器，才造成了这个惠普这段的一个上升。那么它从最低点是在这里，6.76，那么在大周期上、季度上其实是3段，它从分拆之后，2016年分拆之后是3段，对吧？三明显是比第一段还要强的啊，刚好是个等比例。目测这个位置肯定是强，但是它回拉之后刚好是回到等比例了。那么现在在季度上，本季度虽然说没结束，但是如果说这个3月份如果说更往下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这一笔就结束了。看它这个回拉之后，回拉之后是不是在这里做大中枢，然后再往上走，对吧？这就是在大周期上你一看就知道现在有希望要回落了。那么如果说回落，你也可以测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够踩到0.382，从现在的价格8%，如果说到0.5。19%，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看一下这段的次级别。那么月线上一个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对吧？月线上的结构相对的比较简单了，那就看它能不能回拉中枢。回拉到中枢的话，就先看17.76%，10%，对吧？这是比较符合这个惠普的一个波动。如果说再次突破前高呢，24%，对吧？但是它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周的月的一个非常大的顶纹型了，那么回落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只能说是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再看一下周线上，那么周线上就是看它最后这段它现在是这有了1、2、3、4，是构成了周线中枢的。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这一笔，就是周线上最后24下来的这一笔，日线上3段，然后看一下这个时间是3月6号盘后，周四盘后，在日线上现在是有3段一样的。先看一下空间，是踩到了0.618，看到没有？踩到0.218，但是呢，这个虽然说柱子的面积有缩短，然后但是快门线的这个位置还是比前面的这个位置低，说明这个没有完全被消化，它完全是可以在形成一个底分型，但是底分型可以是一个中继底分型，可以是再被打掉，然后再往下延伸，甚至再磨到这个等比例的位置。我们可以测一下它这个等比例的空间有多大。10%，对吧？所以说这个位置你要抢这个反弹的话，先在财报之前看能不能给到一次反弹，给到一次反弹，如果说顶到这个120天均线或者说200天，那就非常弱了，那就可能要再次下来。所以你要做这个惠普做多的话，那就相对要谨慎一点，它更大的可能性是往下选。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分析的比较多，下周要出财报的这些，那么今天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